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正在给公司高管开会的我，手机疯狂响了起来。几年没人聊天的同学群突然变得热闹非凡。看着不断刷屏的消息，我才知道初中同桌的梁彤要结婚了。他邀请了所有人了。从前我们就不对头，如今公司事务繁忙，我更不想去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。我认真的解释，却遭到了群讽。你再忙，能一天时间都空不出来吗？这可是同学的婚礼，你就这么不给面子？就是怕丢脸就直说嘛，大家都是老同学了，没人在意你混得有多差。梁彤专门艾特我，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赌约吗？看未来谁的老公更优秀，现在正好来比比。我实话实说，不记得了。见状，其他人赶紧恭维，你是真不记得，还是不敢记得？人家老公可是上市集团的霸道总裁，彩礼上千万。梁彤更是放出他们的结婚照，看到新郎的照片时，我惊呆了，这不是我那入赘老公吗？行，既然你都如此盛情邀请了，我一定去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刚回复完梁彤，就收到刘建航发来的消息：老婆大人，我好久没回去看看爸妈了，这几天我得回去看望一下他们。饭菜我已经给你提前做好放冰箱了，到时候你热一下就行。爱你哦，宝贝。刘建航跟我结婚2年半，虽然花钱大手大脚，也不懂得公司管理，但总是能面面俱到地照顾我，做好一个家庭主妇。即便像今天出远门，也会提前给我准备好日常所需品。从前我会被他这些细节感动，但如今只觉得恶心。我提前结束了会议，驱车来到梁彤在群里发的地点。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，隔着老远就能看到酒店门口挂着的巨大红色横幅，上面写着恭贺强盛集团总裁刘先生新婚快乐。横幅之下，梁彤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昂着骄傲的头颅，等待刘建航到来。他的身边喂满了从前的初中同学。彤彤姐，你也太低调了吧，这都快结婚了才公布新郎官是强盛集团的霸道总裁。对呀，强盛集团可是咱们市出了名的大公司，要我说，彤彤姐和刘总绝对是郎才女貌，十分般配。姐，你马上可就要步入豪门了，以后可别忘了咱们这群老同学呀。就连初中的班主任都弯着腰对梁彤讨好。彤彤呀，老师当初一眼就知道你长大必定有出息，虽然成绩差了点，但你长得漂亮啊，所以你当初成绩不好，老师都没批评过你，反而还让你当了学习委员，因为老师知道你是天生富贵命，命里不用拼。梁彤傲然地享受着同学们和班主任的吹捧，没有觉得丝毫不妥。刘建行和我结婚后，一直说他是男人，一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，我都全力支持。拿给他创业的钱不下1000万，他开过健身房、网红奶茶店，还当起天使投资人，给各种奇葩的想法和点子投资，但无一例外，统统倒闭。他却越挫越勇，又说自己是管理型人才，要经营公司，我便将名下最小的强盛集团交给他打理。不曾想，这居然成了刘建行炫耀资本。见到我到来后，刚刚还挂着大笑脸，谄媚献殷勤的同学们都皱紧了眉头，满脸嫌弃地看着我。因为当初我和梁彤可是出了名的不对付，如今他们想要讨好梁彤，那自然也要贬低我。
这都是我早就想到的。其中一个早起跟着梁同混的小跟班，看到我身后的车，立马跑上前阴阳怪气：啧，沈欣然，你也太虚荣了吧，人家秋雅结婚，你隔着又蹦又跳，租的车都比婚礼头车好了，你故意的吧？有必要租一辆保时捷的跑车来装吗？闻言，其他人也跟着鄙夷，难怪突然又肯过来，原来是想来装逼啊！这车租一天得要你大半年工资吧？对了，最近在哪个厂拧螺丝啊？有些人真是喜欢打冲脸装胖子，你再怎么能装，能有人家总裁富吗？而且人家那可是真金白银都有的，不像你只能耍体验卡。就是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就这么难吗？面对众人的贬低，我内心没有丝毫波澜，冷静开口：这就是我自己的车。话音刚落，一直对车挤眉弄眼的梁彤忽然走到我的面前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一巴掌狠狠扇到我脸上。你还有脸说是你的车？这分明是我老公的车！我早就怀疑有小妖精勾搭我老公，没想到居然是你这个贱人！你这臭不要脸的小三，竟然还敢来挑衅我这个正牌！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把我给扇懵了，那些老同学们更是吃惊的瞪大双眼，没想到还能吃到瓜。彤彤姐，这车可要2000多万，真是刘总的吗？梁彤骄傲地昂起脖子。那当然。说着，他打开手机相册，翻出几张他和刘建行的合照，有他们相互在车内依偎的亲密照，也有他们在车外的合影。最关键的一张照片中，正好拍到车牌。刘建行常常会开我的车出去，车牌自然完全一样。见状，众人看我的眼神更加鄙夷，还真是刘总的车，那沈欣然这小三的身份实锤了。梁彤双手叉腰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难怪这些年你都不和我们这些老同学联系，朋友圈还屏蔽我们，原来是偷摸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去了。其实我并没有将谁屏蔽，而是从来没发朋友圈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将重心放在事业上，减少了许多无用的社交。众人抓住机会，努力落下时，以此表达自己的忠心，真是看不出来。亏我高中以为你是高冷的学霸女神，还给你写情书，现在想想我都要吐了。有些人就是看上去冰冷，实际上就是个反差的臭婊子，一看到有钱人就跟发情似的，巴不得跪上去舔。就连班主任都一脸厌恶地看着我，嫌弃道：沈欣然，你以后出去别说是我学生，我可没教过你这种败类。要知道，当初我以全市第一的优秀成绩被保送重点高校时，他可是拿着我们的合照到处炫耀。众人对我的口笔诛伐引来了许多路人围观，他们听取了片面的情况后，立马就加入了对我指指点点的大军。有人拿手机拍我，甚至还有人将我几十万的外套撕扯坏了。我外套丢进垃圾桶后，直面梁彤，事情都没搞清楚，你们就当街打人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梁彤瞪着鼻子，趾高气昂：打你怎么了？你这个小三不就该打吗？我平生最讨厌小三，跪舔金主，破坏别人家庭的贱女人更是该死。说完，他弯腰捡起地上的石块，冲到跑车，用力划了几下，在上面留下惨白的4个大字：小三该死。这4个大字是多么的嘲讽。我看了一眼车上惨状的划痕，眼神一凛，你马上就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听我这么说，梁彤更是气炸了。你这废物，抢我男人，还敢威胁我？这车老娘不要了！
你也别想再开，大家给我砸！他握紧手中的10块，对着跑车一顿猛砸。这可是2000多万的跑车，众人瞬间呆愣住了。孩子们，这种时候了，你们可都是老同学，难道不应该出手帮一下吗？大家纷纷抄起身边趁手的家伙，加入了砸车的行列。而煽风点火的班主任则是独自躲在角落里抽烟，砸破车顶和车窗后，他们甚至还钻入车内，继续破坏内饰。原来价值2000万的豪车，瞬间就变成了一滩5 kg 的机械废铁。我看着这群疯子，目光冰冷，希望你们赔偿的时候也能这么痛快。没人理会我，全然把我当成空气，甚至还有人不屑地朝我吐口水。突然，有人砸开车子的后备箱，惊呼道：“你们快看！这个贱女人还偷藏了不少好东西。”梁彤走近一看，随后拿出一座小石雕，不屑笑了笑。一个靠跪舔金主赚钱的贱人小三，竟然还玩收藏，装什么装？难道还想给自己镶钻提升价钱是吗？见状，我赶紧发出警告：这车你们砸就砸了，可这东西比车贵多了。尤其你手上的石雕，这可是一件文物，我劝你最后乖乖放下。梁彤听到这话，怒气更甚：我给你脸了是吧？又威胁我就弄坏，能咋地？说罢，他奋力一掷，一声闷响后，石雕被摔掉了一块角。梁彤觉得不过瘾，又捡起来反复砸了几次，最终那块石雕彻底崩碎。他这才喘着粗气，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这时，有个老同学拿着手机，颤颤巍巍开口：“彤彤姐，那石雕好像还真是一个文物，最近刚拍卖出去，价值1个亿。”梁彤一愣，随后叉着腰理直气壮：“1个亿那咋了？还不都是我老公的钱？我用屁股都能想到。肯定是这臭婊子手脚不干净，我老公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砸自己的东西有问题吗？”现场的气氛再次活跃起来，大家都拍掌拥护：“没问题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上亿的东西说砸就砸，彤彤姐太飒了。”现场虚伪的吹捧简直和低能儿没两样。梁彤的话更是把我气得无语。有梁彤带头砸后备箱的收藏品，其他人也不甘示弱，纷纷上前表示忠心。我不再提醒，默默无闻地投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：“我遇到了危险，请你们立马定位的位置过来。”还没说几句话，手中的手机就被梁彤一把夺了过去，并且还丢到马路上。还想叫人搞清楚这是谁的地盘没？真是给你装逼装上瘾了啊！大家都是老同学，你那破家境谁不知道？我看着被路过的车子碾成渣渣的手机碎片，不屑冷笑：“喜欢你待会儿还能笑得出来。”梁彤笑声戛然而止，恶狠狠地揪住我的领子，又是这副死鱼装样。上学的时候我就很讨厌你这副高冷的表情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真是没变，一如既往的贱啊！说话间，他眼神一顿，我顺着他的视线低头，看到脖子上的玉坠，我隐隐察觉到他的想法，可出手想要护住，却还是晚了一步，玉坠被他一把夺了过去。这玉坠看着不便宜啊，该不会是你偷我老公原本要送我的礼物吧？我瞬间慌了神，拼命摇头：“不是的，快还给我！”梁彤邪魅一笑，迅速后撤。他发现了我特别在意玉坠，语气瞬间变得轻佻：“这么紧张，看来这玉坠是你偷过最贵的东西吧？难怪要藏在身上，那破石雕都1个亿了，这怎么说不得10个亿？它不值钱的，但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求求你还给我吧！”
此刻，我近乎丧失理智，甚至低声下气开始恳求，生怕他做出什么应激的举动。这玉坠是母亲用半条命给我求来的。在5岁那年，我突发高烧，温度迟迟不退，濒临死亡，各大医院都看过了，就是治不好，就连最权威的院士都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而母亲不愿相信，于是他就到西部最高的喇叭寺为我祈福，那里据说是离神最近的地方。为了表诚心，在皑皑大雪中，母亲一步一叩首，整整3000多阶台阶，母亲一路从山脚拜到山顶，跪得厚厚的棉裤都破了，露出白森森的膝盖骨头，额头更是扣出了几个乌青大包，最终求得寺庙长老亲自给的玉坠。也许是苍天都被母亲感动了，就给我戴上玉坠的那一晚，昏迷不醒的我竟然奇迹般苏醒了，高烧更是退了下去。但母亲那天起就只能瘫在床上，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，最终她还是撒手人寰。这玉坠不光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更是承载着她所有的虔诚，里面有成千上万句对我的祈祷，所以我万分珍惜这玉坠，一直随身携带，它是我最珍贵的东西，哪怕如今100亿资产也不及它的1分。我诚恳地讲述了玉坠的故事，天真的以为能唤醒他们的一丁点人性，不要拿别人的蜥蜴开玩笑，能把玉坠还给我。但我显然还是低估他们心中的恶，更何况砸车加上砸古玩收藏，已经将他们心中的恶彻底释放出来。梁童拿着玉坠哈哈大笑，臭婊子，那我更不可能给你了，想要就来抢呀。此时的我已经怒不可遏，一咬牙冲了上去，可正好也陷入他的圈套。就当我要拿到玉坠的瞬间，他把玉坠丢了出去。看着玉坠在空中划过的痕迹，我心跳一滞。接玉坠的那人不知是没反应过来，还是故意手滑，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响声，玉坠4分5裂，眼睁睁看着母亲用命换来的东西就这样碎了。我感觉有万箭穿心一般难受。你个畜生，我要杀了你！裹挟着满腔怒火，还有疯狂分泌的肾上腺素，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，奋力向梁童脸上挥出一拳。这一拳的相撞，同样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。梁童的鼻梁骨被我打碎了，梁童倒在地上，痛哭着鼻子血，这可是我花100万做的鼻子啊！就当我继续动手时，其他同学涌了上来，对着我拳打脚踢。你个贱人，怎么敢打童姐的啊？不就是块破玉石吗？搞得那么封建迷信，那玉石破了，你咋还不去死啊？就连班主任也偷偷上来踹了我2脚，我双拳难抵4手，更何况他们中间还有男人。我被压在地上，气得浑身颤抖。你们给我等着！闻言，众人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一般，仰头狂笑。梁童捂着鼻子缓缓站了起来，一脚踩在我的头上，恶狠狠道：让我等着，行，我就陪你在这等着，顺便让刘建行来了看看你这副小丑模样。话音刚落，数百辆豪车排成长队而来，最终停在众人面前。巨大的阵仗让原本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。在全场的注视下，头车走下一名身姿挺拔的西装男，他气宇轩扬，眉宇间还凌冽着盛气，紧身的西装完全盖不住他健硕的身材。这不就是强盛集团的刘总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据说彩礼要给上千万的现金，这些车的后备箱估计都装满了现金。我去，这就是真正的豪门啊！
能嫁进去也太爽了吧！在众人的赞叹声中，梁彤松开脚，赶紧收起刚刚咄咄逼人的嘴脸，立马换成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跑了过去。老公，你来啦！其他压制我的老同学们也纷纷凑上前去谄媚讨好。刘总，你好，我开了一家，我们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，搞搞联名，我看还是很有搞头的。刘总，你们那还缺保洁吗？我手艺很好的，或者厨师也行啊。这时，刘建行发现梁彤的异常，宝贝，你干嘛一直捂着鼻子呀？梁彤眼神闪过一丝心虚，忽然他眼际大开，老公，你老婆我被人欺负了，那个臭女人不仅找茬，不断难为我，甚至还动手打人。他手一松，一个拐了90度弯的诡异鼻子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刘建行明显一愣，紧接着面色阴沉，别怕，有我帮你撑腰，告诉我是谁，凭借人脉，我能让他坐牢一辈子。闻言，梁彤立马带着刘建行掠过拥挤的人群，指着我大声喊道，老公，就是这不要脸的下贱女沈欣然，你还我妈生鼻！跟刘建行的初次见面是在我创业小有所成的时候，在我的第一家公司即将上市的那一晚，身为实习生的他不顾保安的阻拦，闯进了我的办公室。他神情慌张，嘴里还不断念叨着公司有内鬼，交易应该终止。我被他诚恳的眼神打动，并让他留了下来。他讲清楚了事情原委，并拿出了偷偷录制的语音。在经过调查后，确实证明有此事。敌对的公司派了一个内奸，并混到了高层。如果没有刘建行当初提供的线索，公司极有可能会亏损上千万。我想要直接提拔他，却被他拒绝了。他给的理由是想要脚踏实地，一步步来，而提供线索也不过是分内的事情。顿时，我就被他独特的性格吸引。他其实大可和内奸蛇鼠一窝，但他没有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偷偷观察他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他总是坐在工位上认真工作，顺利转正后更是彻夜的加班。我最欣赏他身上的韧劲，于是主动和他接触起来。接触起来后，我发现他这个看似木讷呆板的男人，其实内心十分细腻。他不仅幽默风趣，还能时常还给我准备小惊喜。他被我一路提拔，很快就成了我的助理。后来，在一次英雄救美之中，我们突破了朋友和上下层的界限。那一晚结束应酬已经是深夜，刚送走客户，就突然冒出几个醉汉围着我骚扰。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刘建行以天降之势突然出现，他把我死死护在身后，终于坚持到警察叔叔的赶来。最后，他头一歪，昏倒住进了医院。在他把我护在身后的那一刻，我心动了。我特意退掉1周的工作，专门留在医院陪刘建行养伤。在第5天，我们一起吃同一碗粥时，我们像是心有灵犀一般，同时吻向对方。就这样，我们的自然在一起了。虽然没有表白，却是2个人的双向奔赴。在恋爱的期间，我们感情不断升温。或许是爱的力量，我工作变得更有动力。短短几年时间，手底下就有10家上市公司，已然成了地区的首富。在刘建行向我求婚时，他为表忠心，甚至主动拿出婚前协议，保证他婚后绝不出轨，否则就净身出户。我当时感动哭了，二话不说，我们隔天就先领了证。都说结婚是爱情的火葬场，可婚后，刘建行对我的爱意和付出几乎没有减少。他还开始想要挑公司的大梁，
说是要为我分担压力，哪怕公司被他打理得并不景气，甚至是帮倒忙，但我从未对他有一丝怨言，反而还鼓励他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沉浸在刘建行演绎出来的深情人设中，要不是他出轨的对象正好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否则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没有丝毫察觉。他的演技和城府绝对是顶尖。现在回想从前，我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。难道抓出公司内奸，还有英雄救美，都是他早就设计好的吗？一切都是他为了接近我的手段。在见到我的那一刹，刘建行瞳孔瞬间放大，身体开始不自觉地往后倒。幸好有人及时扶住了他。你们看，刘总的脸都白了，估计是气坏了。其实到刘总这个级别，养个小三没什么，大家都可以理解。但是小三主动来挑衅正事，这谁受得了？对，这件人肯定是触碰到刘总的逆鳞，这下可有好戏看喽！现场所有的人都异常兴奋，都在等着刘建行的下一步行动。可刘建行就像是被点了穴一般，定在原地愣愣地看着我，甚至连呼吸都忘了。我眼底满是怒气，缓缓起身。刘建行，你可真行啊！不等刘建行开口，梁彤盛气逼人先出了声：你个贱人，也配喊我老公全名？众人也义愤填膺地跟着辱骂：就是你这种不要脸的废物，你配吗？真仗着大家是你老同学，你就无法无天了？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可刘建行的面色却越来越难看了。我嘴角带着一抹戏谑，看着刘建行：你听到了吗？我是不是真的不配喊你名字？无比平静的一句话，却让刘建行双腿发软，他再也站不住，彻底瘫在地上。梁彤一脸疑惑，还以为我用了什么巫术让他的刘总变成这副样子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商务车和几辆警车呼啸而至，紧接着车上下来公司的助理和保镖们。抱歉沈总，我们来迟了。您说您遇到危险，我立马就带来了警察。见到助理对我如此恭敬，梁彤当即破口大骂：你个死贱人，玩的花样还真多，居然还特意请了演员来演戏，真当我怕你啊？今天就算是真警察来了也没用。说着，他竟然趁其不备，伸手挑翻警察的帽子。就在他挑衅的瞬间，警察瞬间出后，将他按在地上制服。梁彤肉眼可见的慌了神，演戏有必要演那么真吗？老公，你看他们，快救救我啊！我直面警察，严肃道：警察同志，这群人合伙对我进行造谣、殴打、诽谤，并且毁坏我的价值超过数亿元的财产。这件事我声明不接受任何调解，请你们严肃对待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原本底气十足的老同学们开始慌了，但又几个仍没有分清局势，依旧嚣张：赔偿你什么啊？这些都是刘总的财产，和你这个臭小三有半毛钱关系？就是我们都是经过彤姐同意才砸的，凭什么赔你？没错，我为正确的婚姻女士捍卫自身权益，这难道有错吗？不知事情全貌的群众立即站队，为他们喝彩加油。得到支持后，原本还有些慌乱的老同学们立马又振奋起来。警察扫了一眼全身布满脚印的我，再看了看被砸坏的车子，眉头紧锁。光天化日之下聚众闹事，殴打他人，损害他人财产，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的捍卫正义吗？警察们开始拍照取证，以及调查附近的监控。被松开，从地上站起的梁彤没有长半分记性，嗤笑一声后，
又开始阴阳怪气。你们还真是喜欢白费劲儿，难道没听到他们说这些财产都是我老公的吗？你们有什么好调查的？一名年龄较大的中年警官看向他，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你老公的，请问你有证据吗？梁彤立马挽住刘建行的胳膊，满脸傲娇，我老公就在这里，不信的话你们问吗？老公，你快说话啊！刘建行浑身一颤，像是碰到不干净的东西，一把甩开梁彤的手，谁是你老公？滚啊！梁彤被惊得猝不及防，呆呆愣在原地，其他人也是满脸错愕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在所有人的目光中，刘建行一步步向我走来，伴随着扑通一声，他跪在我面前，抱着我的大腿，颤声道：老婆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吧。他们眼中霸道总裁的刘总当街向我下跪，并喊我老婆，这可把所有人吓懵了，尤其是梁彤。这怎么回事？沈欣然不是小三吗？为什么刘总要喊他老婆？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回过神的老同学们纷纷向梁彤发起灵魂拷问。梁彤面色惨白，看起来受到了巨大打击，他张大嘴，狂吸几口气，才回过神来向刘建行歇斯底里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喊这个贱人老婆？你不是说要娶我吗？结果你却当着我的面喊别人老婆。梁彤的情绪彻底失控，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老公，其实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是不想让这个贱女人把事情闹大，演一出戏的，对不对？他开始自欺欺人，强挤出笑容，抓着刘建行的手不断摇晃，啪！可回应他的却是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巴掌。你个疯女人想干嘛？快撒开手啊！我不认识你。梁彤捂着脸向后踉跄几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男人。他死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自己最痛恨的小三。刘建行重新跪在我面前，老婆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只不过是犯了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我可以彻底断绝关系，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。他此时已经完全不要脸面，语气中尽是卑微，头都垂到鞋面上，巴不得跪舔。我面无表情地看了他几秒，冷冷开口：我和你说过，我从小就是单亲家庭，我的父亲就是因为出轨害得我妈得了郁郁症，在我高考结束那天自杀。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感情上的背叛。结婚前你也向我保证过，可结果呢？我指着梁彤继续道：难怪应酬结束那晚你会那么碰巧出现，事后还让我不要追究那群醉鬼的责任。现在想想，这都是你做的局吧？你从进入公司当实习生开始就已经盯上了我，所以你就用尽各种办法吸引我的注意力，最终攀上我，还拿着我的钱去养小三。陆建行，你可真够贱啊！陆建行跪在地上，不断拉着我，眼神满是惶恐。没有呀，老婆，我是真心对你好的，从前的事真不是我设局。老婆，你不要多想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出轨了。不了解我们过往的梁彤还是一头雾水。陆建行，就算她是你老婆，但你可是强盛集团的总裁啊，你有必要给她下跪吗？陆建行气得双眼通红，用鼻孔怒瞪着梁彤吼道：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。听到这话，梁彤和包括班主任在内的所有老同学全部大惊失色。这一刻，他们才明白，我前面并不是在放狠话，自己真的成了小丑。沈欣然，大家都同学一场，前面闹着玩的，你肯定不会和我们计较，对吧？就是呀，而且你那么有钱，
肯定也不在乎这三瓜两枣，干脆这事情就算了，咱们待会儿好好聚聚，喝点小酒。大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开始陆陆续续向我道歉，请求原谅。我冷漠地扫视一圈，最终对着警察严肃道：警察同志，我待会儿要去医院验伤，今天这件事我不接受任何赔偿，要求他们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好的。为首的警官点了点头，开始呼叫总部要将现场参与欺凌的人都带到警局，由助理配合调查，拿出了所有损坏物品的价值证明。而我来到医院，缝合好了额头的伤口，然后带着开好的报告和资料去往警局。警局内，那些原本气焰嚣张的老同学们和班主任此刻全都愁眉苦面。之前他们之所以对梁彤讨好，完全是因为忌惮刘建行是强盛集团的总裁身份，他们以为梁彤马上就能成为总裁夫人，所以各种谄媚跪舔。可现在，他们所瞻仰的总裁夫人，却是他们一直瞧不起的贱人小三，而我这个被他们欺辱殴打的人，却成了他们本应该讨好的对象。这让他们跟误食了屎一样，恶心又难受。一个个看向梁彤的眼神，尖锐的仿佛可以杀人。梁彤这会儿双眼失神，他即将要承担重大责任，不仅要面对巨额赔偿，还要进去蹲监狱。一名警察和拿着核算后的资料，对他们朗朗开口：你们一共打砸毁坏沈女士价值超过2亿的物品，待会儿会为你们划分责任。一听到这个数字，众人纷纷变了脸色。2个亿，这零头我都赔不起啊！警察同志，我现在严重怀疑沈欣然她这钱不干净，肯定是干什么坏事骗来的。就是她一个女人，凭什么能赚这么多钱？老同学们开始垂死挣扎，一口咬死我的财产来路不干净。闻言，警察冷笑一声：人家的身份我们已经核实清楚了，正是我们京海市的首富，最大的企业家。人家不仅每年都要缴纳上亿的税，还要接受我们最严厉的监督。他的资产绝对干净，只不过人家低调，可他的低调却成了你们肆意欺负人的理由。众人瞬间背对的说不出话，尴尬的面红耳赤。警察继续道：这个金额足够让你们把牢底坐穿，你们有空诋毁人家，不如想着怎么赔偿吧。2亿，这对现场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。他们终于慌了，开始纷纷认错。欣然姐，就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份上，原谅我们一次吗？对呀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下次见到你低调点。他们一个个弯腰低声下气，开始卑微的求饶。我却觉得恶心，直接道：我说了，不接受调解，2亿380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他们并不是真正意识到错误，而是知道自己要完蛋了。见我没有松口的机会，这些老同学彻底慌了，他们将矛盾统一的转移到梁彤身上。都是你这个贱人，勾引人家老公就算了，自己当小三还不知道，还骗了我们，装什么可怜，还害我们被你连累。就是这2亿，要么你自己赔，要么老子天天提菜刀堵你。这里是警局，你威胁谁呢？众人不仅没有理会警察的提醒，甚至直接抄起东西开始围殴梁彤。横幅之下，梁彤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昂着骄傲的头颅，等待刘建行到来。没等拉完架后，梁彤凌乱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原本他的假鼻子就被我一拳打歪，如今再加上众人的2次伤害，已经成了一坨烂泥。
脸上其他地方更是受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伤害，可以说是彻底毁容了。等警察按照监控划分完每人的责任后，众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赔偿。有人借了高利贷，还有人砸锅卖铁又离了婚。而初中班主任快要退休了，却因为这事被学校辞退。他不仅名声败坏，还把儿女用来买房的积蓄都赔了进去。现在搞得家庭分裂，儿女都不认他了。最惨的当属梁彤，他是这次事情的主导人，不仅要承担70%的债务，还要进监狱1年。不过在审判书下来的前一晚，他拿着精神鉴定书，洋洋得意地说自己疯了，打砸辱骂以及毁坏财物，都是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做的。他想以此来逃避责任和赔偿，我满足了他，并且作为他的老同学，还是好同桌，我帮了他点小忙，把他转进了一个私人的精神病院，那里有最先进的治疗手段，电击疗法，而且主治医生姓杨，相信他很快就能康复。而刘建行因为有婚前协议，我很快就和他离了婚，他只能净身出户。多年来的城府和阴谋瞬间化为泡沫，而以我在京海市的人脉和地位，他根本混不下去。再次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成为了路边捡垃圾的乞丐，蓬头垢面，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气味。他怒瞪着我，用低吼的声音咬牙切齿：我明明都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原谅我？你个恶毒的女人，我就不该和你结婚。梁彤比你要温柔善良100倍。我淡定开口：行，既然你们俩那么投情意合，那我助你一臂之力吧。啊！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先让保镖制服了他。随后，我拨通了梁彤所在的精神病院的电话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